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烟斗鬼故事。没想到百鬼录系列推出后备受大家的喜欢，后台每天都有很多粉丝催更，说日本、欧美的鬼怪传说看多了，想了解了解咱们自己的传说。其实想想也有道理，中国文化何其渊博，鬼文化亦是其组成部分之一。很多国家深受我们影响，甚至很多传说的原型本就来源于我们。所以本期我们就继续百鬼录这个话题，继续盘点更多中国知名鬼怪的传说。冤鬼，中国12类常见鬼怪之一，多为受了冤屈而无法申诉的人死后所化。在神话及乡野传说中，冤鬼的形态与常人无异，且常常隐藏着身形，只待有能为自己伸冤的人出现，才会显出形体或通过托梦的方式陈述冤情。他们不会去伤害人类，也不会去吓唬人类，他能够出现在你的面前，多数是认为你有能力替他伸冤，认为你是一个有正义感、有勇气的人。历史上关于冤鬼的记述可谓数不胜数。清乾隆年间，广东三水县衙附近有个戏班子搭了个戏台演戏，每天4乡之民都会涌入台下围观。这天演的是包龙图制断乌盆案，净觉演员扮成包公的模样，刚上台一坐，忽然看见一个人披头散发跪倒于台上，似乎是请求伸冤。台下的观众全都喧哗起来，这消息很快也传到马县令的耳中。马县令随即命令几个衙役出去将那个伸冤者带回，可谁知那个伸冤者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突然消失，无影无踪了。有人说这是冤鬼，为了弄清楚情况，引其再度现身，净觉不得已又扮成包公的模样上了台。咿呀呀了一会儿，只见那冤鬼果然又跪在他面前。而后在冤鬼带领下，净觉演员来到了城外一座墓前。净觉此时也明白了过来，看来这冤鬼的冤情必然和这墓穴有关，于是他将此事禀告了马县令。马县令立即赶往坟前开坟验棺，果然他们发现棺材里头多了一具男尸。而后经过调查，才发现原来3年前棺材主人下葬时，有个孤身客人正好路过，一个土工发现其包裹里有不少银子，便伙同其他土工将其残忍杀害，并将他的尸体扔在棺材之上，埋入碎土，连夜埋好。不仅如此，这些土工在掩埋尸体时，甚至夸口说这桩案子绝难明白，如果死者要伸冤，除非包龙图在世。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，客上死后化作的冤鬼听了这话，就趁着净觉演员扮包龙图时到戏台上来跪请伸冤。这么阴差阳错之间，竟然真的解决了一桩冤案。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冤鬼都只能这么无奈地等待别人来伸冤，也有主动出击的冤鬼。比如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所记载了这则关于冤鬼追凶的故事。流放犯刘某一天乘机逃跑，他怕被官府追捕，专门捡小路走，这么奔波了好几日。有一天晚上，他正慌不择路时，突然看到前面有灯光，于是就去求宿。屋里出来了一个老翁，很好的招待了他。后来老翁说：“天色已经晚了，不如你就睡在这里吧。”刘某求之不得，就住下了。随着天光渐亮，他发现自己竟然睡在一棵大槐树的树洞里。不仅如此，那些追捕他的官兵居然正好追到这里。就这么一会儿的时间，他被捕了。这个时候他才回忆起，那老翁可不就是被他所害之人吗？厉鬼又名大厉，是一种非常凶恶的鬼，也是中国常见的12种鬼类之一。早在古书《左传》成公10年中就有关于厉鬼的记载。深夜时分，国王晋景公正做着美梦，可随着一声巨响，只见梦中竟然出现了一个大鬼，披散着长发，拍打着胸膛，怒骂景公说：“
你杀了我的子孙后代，这是不义。如今我已经请求上帝得到他的允许，可以报仇了。随后就见这大鬼捣毁大门和寝门走了进来。景公感到害怕，赶忙躲进内室。哪想这大鬼法术高强，竟然又毁坏内室的门。景公被吓醒，急忙召见了桑田乌，让其帮忙解梦。这桑田乌也是一个老实人，丝毫没有避讳，直接告知景公说你吃不上新麦了，意思就是你即将归西了。这下可把景公气得不行。于是在6月丙午这天，新麦长好后，景公又叫来了桑田乌，打算当着桑田乌的面吃一吃这新麦，侮辱他一下，然后再杀了他。可谁曾想，就在将要吃新麦的时候，景公的肚子突然发胀的厉害，景公只能先去厕所解决人生大事。但让人始料不及的是，景公不小心掉进厕所，被淹死了。虽然结局有点出人意料，但是厉鬼的说法自古就深入人心。实际上，厉鬼的形状奇形怪状，有如成人，也有如小儿。在《宣室志》《夜谈随录》等书中都有关于厉鬼的记载，比如《夜谈随录》中就有厉鬼化为红衣女子为岁的故事。此外，厉鬼也是现在小说影视作品中运用最多的元素，比如楚人美、贞子等等，估计是不少人心中难以磨灭的阴影吧。由此可见，厉鬼虽然是虚构的，但在大家心目中地位仍然罕重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3连支持一个，后面我会穿插着继续盘点更多这个系列。最后大家别忘了支持我新写的小说《神猫伏魔》，给你还原一个现代版《山海经》的故事。无聊等更的时候，快来尝试着看看吧。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